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今天我要跟你们来讨论，看一看这几颗兰花的开花进展、开花的情况。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我的 YouTube 频道是一个兰花频道，我在这边与你们分享兰花相关的种植要领、个人经验，我从其他兰友学习到的技巧、兰花欣赏等等等。如果你对兰花有兴趣，请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这样每当我上传新的影片，你就会收到及时的通知。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颗兰花好了。当时我买回来的时候呢，这颗兰花还有5个花苞。在我上一次做影片跟大家分享这颗兰花的时候，它好像还有剩下2个花苞，没有开。那它花梗最尾端的一个小花苞呢，当时已经掉蕾了。那个时候可能是因为冬天或者是环境的变化等等所以就只掉了1个蕾。那其他的花，就是你等一下看到的这些照片，它就是全部都开了，就是 full bloom 的情况，其实蛮不错的。那有兰友跟我分享他说这颗花呢，如果是绿色，然后它的唇是这样白白的，其实是叫做绿精灵。那如果是绿花红唇，才是 wasabi。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正确我也不清楚，但是很感谢大家就是跟我这样分享，就是说有这些名称，然后跟一些兰花品种或是交配种的一些非常细微的就是不同因为其实我很久没有在台湾，所以也不太确定说他们的名字，所以很感谢你们的分享。那接下来的3张图片呢，就是这颗兰花它的最新最后面开的这一颗花的图片非常的新鲜，非常的新鲜，颜色非常的好看。然后虽然它最后一朵花通常都会稍微小一点，但是呢，其实还是相当的迷人。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3颗的一个影片。基本上你看到的呢，其实它们目前的开花状况都非常的好，只有中间的这一颗呢，它现在就是还有1个花苞还没有开。那左边的那一颗呢，还有3个到4个花苞还在成长成熟中那左边的这一颗，我们先从左边这颗看起好了。它其实我个人是觉得它的花还好我其实主要还是因为它的叶子。如果你有看到上一次的更新影片，你会知道我其实是因为它的叶子而买这颗兰花的。但我很多朋友不知道为什么都对这颗花的花瓣花朵特别喜欢，可能是因为它的颜色跟它的一些斑点。不过你会发现比较新的花开出来的花，它的白边越来越多，就比较没有那样子小点点的。这个有时候兰友是跟我说，这样子的兰花表示它的基因不是很稳定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说法如果更有经验的兰花朋友，希望你也可以在这边跟我们分享一下，是不是这样子就是称作说他们的基因不是非常的稳定。那这颗兰花呢，其实它的名字就是 Cherry 但你看到它兰花上面其实是有斑点的，这主要呢就是因为为什么会到我家的原因，就是我是为了这颗花的叶子而买的，因为我很喜欢兰花，叶子是有斑点的，像西雷利史塔基这种原生种的兰花，它们的叶子也是都有斑点，而且更深色，然后有时候是深绿、墨绿色跟银色相间的叶子，我个人是觉得非常的喜欢。那它这颗的根系也是相当的不错，所以这颗目前呢，我每一次给它浇水的时候，大概就是1/8杯水到1/4杯水不等，我会看那当时的天气。那这个呢，就是它另外一张开花的图片。那中间的这一颗呢，其实当时我买它的原因是因为它花的一个就是斑点的分布我非常喜欢就是有斑点的兰花。我还有另外一颗叫做 Phalaenopsis sesame， 翻成中文其实就是叫做芝麻那这颗花呢，其实目前就是有1朵花已经开始谢，它是最老的花。然后它的另外一个比较短的花梗呢，还有1个花苞没有开。那
左边的这个花呢，我记得当时影片拍摄的时候呢，它已经开了第一天，开了1天左右。基本上我蛮喜欢这颗花的哦，但是呢，我发现这颗花它的续航力没有很久，买回来开完没多久，它的第一颗花就已经开始在谢，但是它的根系非常的健康，它这个介质里面是大部分是水苔哦，它的根系也很好，长得很满，但是上面呢，它有铺一些就是树皮，那我不确定那个的用意在哪里，因为其实水苔就非常非常有保水性了。那这颗呢，我相信在大概1个月左右，1个月之后呢，会完全开完花。那我还没有确定我要怎么来养这颗兰花，因为它的根系很健康，所以我有可能会用纯水根来养殖它，然后跟大家更新它的一个生长状况。我还没有决定，到时候呢，我再做影片跟大家分享。那这些呢，目前就是他们的这颗兰花，它花朵的一个状况，蛮漂亮的啦。但是呢，我唯一比较希望的就是下一次，也许透过更好的照顾、更好的施肥，它的花期能够再久一点，续航力再久一点。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3颗兰花，右边的这一颗。这颗兰花其实它很特别哦，它新开的花朵会比较偏橘色、橘黄色，然后等到它越来越成熟花的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呢，它会褪色，褪成白底，然后有一点点粉红色的感觉出来，我觉得蛮特别的。然后它的唇的部分呢，就是黄色、黄橘色，也跟它比较老的花瓣就是白底粉红。白粉红底这样的一个对比，我觉得蛮可爱的，而特别加上就是它的花不是很大朵，然后非常多颗，非常多花，所以看起来就是非常的温馨，非常的热闹。那这个兰花呢，它其实每一个花梗的最后面的最小的花苞都掉蕾，等一下你会有图片可以，我有照相让你们看一下到底是什么状况。那其实掉蕾很多时候不外乎就是因为环境的改变、湿度的改变、气温的改变，或者是另外一个原因，浇水浇得不够都有可能会让最尾端的花苞掉蕾。我曾经买过兰花，那时候不懂。买兰花是全部都没有开的，想说这样子我可以从第一颗一直enjoy到最后一颗花一朵花，结果呢带回家每一个花苞都没有开，然后就全部掉蕾。那时候对我来说，一个兰花新手打击是相当大，但是呢，这种东西就是要透过经验，你就会知道说以后去花市绝对不可以买那种完全花苞都没有开花的兰花，因为换了环境，然后它就有不同的湿度、温度等嘛，对不对？所以呢，比较容易造成掉蕾，特别是蝴蝶兰其他的兰花也会有这样的几率，但是蝴蝶兰特别敏感它的花苞非常容易掉蕾。好，那这个呢，就是由下往上照，因为这颗我把它摆在比较高的地方，由下往上照的图片，就是你可以很清楚看到新的花跟旧的花，它的颜色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接下来的2颗兰花是我放在办公室的兰花，你记不记得我说过，我跨完年之后，我就新历的跨完年我就马上去买了2颗兰花放在办公室的桌上，同事都非常喜欢。那这2颗兰花呢，当时这颗兰花特别是当时还有剩下几个花苞。那比较好玩的就是呢，因为我们这边大年初一要上班，因为我们没有放农历的春节，但是这颗兰花呢，就是在大年初一的时候，最后面的2颗花苞都展开了，所以我的同事就说：哇，这是非常好的兆头，狗年行大运的兆头，兰花就是盛开。所以非常高兴，没想到美国人他们也学会在新年的时候讲吉祥话了所以呢，这颗兰花目前的生长状况就是相当的好，完全没有掉蕾，而且呢，它的这个粉红色的位置每次我看到这花都让我想到蝴蝶结，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样的感觉？
在我办公室的第二颗兰花呢，这颗其实每次让我看到，我都想到就是大熊猫 Giant Panda 啊。那这颗比上一颗还要早，就是全部盛开，完全没有掉蕾，所以这颗的状况也是相当的良好。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或是任何的指教，也很欢迎你在影片下方留言。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兰，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